是啊，农民太多了。这次的自驾游，我原本第一站锁定就是昆明抚仙湖，一个我认为可以媲美洱海的景点，谁料一来就撞上强降温，昆明的天说变就变了。这哪是我心念念的抚仙湖啊！掏出手机、相机、无人机，一顿拍，湖水还是灰白的，就这模样拍出来，我怕我的摄影技术会被你质疑，索性一脚油门继续南下，驾车4小时，270公里，红河三马坝梯田。到了时已经是晚上了，可我终究没有跑过南下的冷空气啊！今天才变的。今天老板跟我讲，这边也是今天才变天的。变天了。哎，旅行嘛，终究是拼了心态。我在这边待了有2天，今天没下雨，我们去景区看看吧。啊，现在外面还在下雨，我们去看一下吧。如果能看到云雾的话，也还好一点。我站起了。你好，大众，请说。空调22度，播放我市场的音乐。我能做的都搞定了。可能起来早了吧，迷雾中街上都是送小孩上学的人。上马坝梯田景区早上8点前和下午4点后是允许私家车进入的。这个时候景区工作人员已经上班了，但雾太大了，所以我就没买票。哇，现在雾太大了，什么看不见，我们只能在这边等一下。风花的静啊，我知道看不到梯田，这下面就是梯田是吧？那我看一眼啊。上马坝梯田。好吧，各位，啥都看不见。根据我的经验，山下面应该没那么大雾，那么我们下山看看吧。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当边。好，我们就在这里吧。带我去看就在这里等吧，中午的时候应该会看得见一点，应该是这样子。现在还在下毛毛细雨。这里也能看见一点梯田。哦，抱歉，还是啥也看不见嘛。大哥，这个梯田应该是最大的了啊。下午应该看得见了。下面应该看得见。现在这些田都还是会有人种吗？还是会有人种啊？有水的地方就是种了的啊。没有水那是种的人还是多啊。这边务农的人多一点吗？还是出去的人多一点？是啊，农民太多了。好的，大哥。你好，大众。在呢。播放我市场的音乐。
来听收藏的歌曲吧。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回到小时候，那时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他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的老照片。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沙坝坝梯田景区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的哀牢山南部山坡上，世人皆知元阳梯田的盛名，而我却被那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到沙坝坝不知梯田大的宣传标语所吸引，专程来一探究竟。这是世界上集中连片面积最大的梯田，总面积足有1600多亩。追溯历史，明洪武年间，本华左人土司吴棒坡带领民众劈山开渠，垒土造田。此后的明清岁月里，一代又一代人接连耕耘，历经600多年的时光沉淀，才形成这片震撼人心的大地奇观。其实我有点好奇啊，航拍里面的红色到底是什么呀？我们老家也是这种路的，因为我们四川话就是天看。它中间有一个公用的水渠，就一直会排水。他们就是这样子，自家的田水满了，就接一接的把水排到下界去。好，我也终于知道这个红色是什么了。这种一种植物啊，其实我们老家也是这种梯田的，但是没有这么大规模啊，真的没这么大规模，也是梯田。梯田咋说呢？看着美啊，务农的人会很辛苦，然后每年放水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家啊，说的是我们老家，每年放水的时候都会因为水资源发生一些争吵啊。你想啊，水是从上面往下放的，那遇到水源不景气的时候就会吵啊。大哥，这个房子是干什么的呀？这是窝铺。窝铺。寒天的下雨多雨了嘛？多雨的地方。这边田是你的，就会这里做一个。是。就这样子啊。你们现在是种什么呀？这个放牛会。不听懂。作为山里面长大的娃儿，我晓得这份壮阔从不是闲情之作，而是哈尼族人被地形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云贵川多山少田，为了糊口，山里人劈山垒埂，凿渠造田，用数百年光阴把荒坡打造成了能种水稻的沃土。美背后是藏不住的辛劳，春夏秋冬，犁田插秧，除草护埂，收割保养，四季无休，干旱时还要抢水护渠。这份经验从来都是汗水浇灌的结果。雾过来了，我去，完全看不见了，尴尬了，我去，等一下吧，等雾散一下。等了几分钟都没有变化呀，只能硬着头皮飞了。现在只能听
提声音变位置，完全看不见，所以不建议大家在雾天飞航拍啊！我去，好，终于回了。好在我们经验十足，避免了提空回家。虚惊一场，好吧，我们走吧。你好，大总，请说。导航若干古寨，这有好多结果，你要去哪个呢？第一个，正在计算路线。哇，若干古寨离我们这里有500公里啊，还是有点小远的呀。出发，交通信息早就打开了，我能做的都搞定了。好的，播放音乐吧。OK， 尽情享受音乐吧。虽然冬季的梯田要有光才好看，但也算不虚此行吧。好，我们现在上高速了。高速领航辅助可用。就是全新大众帕萨特 Pro 支持 NOA 副驾驶的。现在就试一下吧。好，现在哦，我才一开启，他们好像就开始自动变道了，然后还加速了，加速到110，然后比我自己开的还快一点，真的是，还挺不错的感受的。下高速。这边的温度就上到了21度，真的牛啊！啊，你看那路上全是花呀，全是花啊！扫码预约吧。预约了。预约吧，打开请便送我。今年景迈山热度大涨，现在进村得提前预约车辆，而且房车是禁止驶入的。景迈山是靠茶立足的地方。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茶园，山里的公路都是这种石子路。我看路边全都是停的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停在路边，但是我想肯定有原因吧。那我也停路边吧。哎呀，好吧，就这样子吧。可能是前面停车场已经满了吗？前面应该不远，我们直接走进去。你好，前面就是古寨吧？对。好，谢谢。这边说是淡季，但是我觉得这人还是挺多的呀，挺有滇西那种风味的。虽然看到有点商业化，但是商业化我是不反对的。本来计划就是奔着若干古寨的日落来的，就想拍那种斜阳在两峰之间碎金般洒落的画面，结果时间掐得刚刚好，可没人讲在这里看不见日落呀。景迈山若干古寨是我这次云南之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它坐落在云南省普洱市南昌拉湖族自治县昆明乡景迈村。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傣族，傣语里若干既藏着马路饮水的地方的灵动诗意，又寄托着金子掉入水塘的美好期许。寨心广场是村民们祭祀集会的重要场地。北面高台上的若干寺庙始建于清晚期至民国初年，
一直是村民们举行宗教活动、欢庆重大节庆的庄严场所。可或许是我期待值拉得太高了，此时我却满心失落。寨子不算大，一进来满眼的商业气息和宣传里的原生态模样相去甚远。这样的落差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也或许是我太过矫情了，过分追求那份不被打扰的纯粹。但若你是女生结伴而行，或者是陪着女朋友来逛逛茶屋、拍拍照，应该也会觉得很惬意吧。但此刻的我只想逃离这片喧嚣。其实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在这边做，为啥呢？因为我感觉这边全是商铺，有那么一点被欺骗的感觉。我个人是接受古城商业化的，就比如我非常喜欢的理想古城，但这边落差也大了。还有就是这边的房价很贵，那么我们只能换个地方住吧。哇，天黑了。现在是7点8分，我们去大金塔看日出云海。其实很少人去大金塔看日出云海的，一般都是去前面那个咖啡观景台，叫一下忘了。我也是纠结了很久，昨晚上纠结了很久。我想了想，哎，2026年了嘛，讨个好彩头吧，就去大金塔吧。其实来这边的人挺多的呀，一下子就很多了。我原本以为人很少的，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我看到了嘛，全是雾。那边人太多了，我们就在这边吧。景迈山大金塔是当地人祭祀茶魂、祈求丰收的佛心场所，塔内供奉茶祖先，是佛教信仰和本土茶文化融合的标志。它建在1600米的山巅，是看日出云海的好地方。天气好时，云海漫过茶林，金塔闪着光，塔尖穿云的画面特别震撼。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为普洱南昌惠民镇，由古茶林、茶园、森林和传统村寨组成，是宁夏茶种子方式保存至今的实物列证和典型代表。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等各个民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一棵古树，有这个牌的。其实，在景迈山这边，它只有100年以上的树才能称之为古树，才能挂牌。所以说，我们看那个树的话，也是看那个粗细，就是根部的粗细，才能知道它是不是上百年了。所以来景迈山，一定要来茶园看看，哪怕是你不喝茶，也可以喝咖啡嘛。这是我刚刚所说的观云海的咖啡店观景台，也叫景迈山观景台。要冰美式一杯。这人太多了。再看一下云海，我们就在这里错的坐一下吧，因为前面看到了，就不会允许你进去看的啊。那边的是打卡的机位。刚刚在前面看云海被合了，叫你让开了。这个云雾始终是笼罩着，它这样子茶叶应该就会很好。景迈山若干古镇的模样和我心里勾勒的那份古朴惊艳，终究是差了几分。可当脚步步入那片宁夏茶园，瞬间便觉得此行值得。茶树与林木共生共长，这份浑然天成的种子智慧，实在让人大开眼界。
原来旅行从不是一场完美的奔赴，我们未必都能在每一处的目的地都邂逅满心欢喜，但恰恰是这些参差不齐的遇见里，总有那么一个角落，会带着独有的惊喜撞进心里，成为旅途中最心动的珍藏。哇，好堵啊！哇，这个房间还可以嘛？今天日落好看。我们等一下出去，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夜市了，真的是最大的夜市，看多了。再去点个喝的，这是一只鸡，然后羊肉串，然后送了一条鱼。就是一句话，美景使人心情愉悦，但是呢，美食使人幸福，真的是这样子。反正我就这样子，最喜欢吃。